第一章，光真的需要时间吗？今晚我们从一件每天都会发生，却几乎没有人真正留意的事情开始。你按下开关，灯亮了。没有等待，没有延迟，光像是根本不需要旅行，就已经出现在房间每一个角落。可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感觉，曾经让人类误会了2000多年。光并不是瞬间抵达，它也要赶路，只不过它快得让我们的眼睛完全察觉不到。而当人类终于量出它的速度，一道更深的裂缝也在现实中打开了。因为光速并不只是关于光，它还藏着时间如何流动、空间如何伸缩，以及宇宙如何保护因果顺序的答案。先想象一束很短的光，它从你手中的电筒出发，越过房间，碰到墙壁，再反射回来。整段旅程短得无法被感官分开。可如果把同一束光送向月球，等待就会变得清楚。它需要大约 1.3 秒才能抵达，再花 1.3 秒返回。把目标换成火星，等待会拉长到几分钟，甚至20多分钟。再换成最近的恒星，答案就不再用分钟，而要用年。光没有变慢，只是宇宙的尺度终于把它的有限速度暴露出来。我们今晚要做的，就是把日常生活那张太小的尺放下，换上一把足以量度宇宙的尺。我们要追踪的是宇宙中最著名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数字——光速。光速，你可能以前听过这个数字，或许你从学校学过，每秒约299800公里。科学家在谈论宇宙时经常提到这个数字，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你真正理解光速的含义，当你真正领悟物体接近光速时会发生什么，你对宇宙的看法就会改变。这不仅仅是速度快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爱因斯坦在他的方程式中使用的一些数字，这是宇宙层面固有的速度极限，它存在于现实本身的结构中。而这种速度限制的后果是如此奇怪，如此违反直觉，以至于我们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关于人类花400年才测量出来的数字的故事。当我们最终做到这一点时，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时间、空间和现实本身的所有认知。到这段旅程结束时，你将明白为什么时间对运动的物体变慢，为什么空间本身会缩小，为什么两个人对事件是否同时发生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两人都完全正确。而且无论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人类一生中可能永远无法造访哪怕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光是瞬间传播的。说实话，根据日常经验来看，这完全合情合理。当你拨动电灯开关时，房间就亮了，你感觉不到任何延迟。当闪电击中目标时，你会立即看到闪光。雷声需要时间才能传到你耳边，没错，但闪电击中的那一刻，光明就会出现。因此光速必须无限快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它刚到西元前490年至430年左右生活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是最早质疑这项假设的人之一。他认为光是运动的，因此必须花费时间才能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但他的同代人亚里斯多德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亚里斯多德认为光的传播是瞬时的。由于亚里斯多德的言论在西方思想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长达2000多年，他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当时，只要亚里斯多德说光是瞬时的，几乎就没有人敢再追问。至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像是已经结案。在伊斯兰世界，学者海塞姆在其1021年出版的光学书中提出，光从一处传播到另一处需要时间，并且在不同的材料中传播速度也不同。在当时，这真是极具洞察力。但由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实际验证这个想法，它仍然只是推测。你可能拥有正确答案，但却没有证据。第一个真正尝试测量光速的人是伽利略·伽利莱。伽利略在1638年出版的《两门新科学》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听起来几乎滑稽简单的实验。2名观察员将站在佛罗伦斯附近远处的山顶上，每人手持一个盖着的灯笼。第一个观察者会打开他的灯笼，当第二个观察者看到闪光时，
他也会打开自己的灯笼。伽利略希望透过测量，揭开第一盏灯笼到看到返回闪光之间的时间，来计算光往返所需的时间。伽利略在不到 1.6 公里的距离上进行了这项测试，但没有发现任何延迟。伽利略只能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光即使不是瞬时的，也快得超过他的工具所能分辨。这就是该实验注定失败的原因。光传播 1.6 公里大约只需要5微秒，那是500万分之1秒。然而人类的反应时间约为20万微秒。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伽利略试图测量的延迟比人类反射引入的误差小4万倍，这就像试图用体重计测量一粒沙子的重量一样。该工具的灵敏度不足以进行测量。1667年，意大利物理学会重负了伽利略的实验，结果同样为零。测量光速需要的不仅是人类的反应能力，这需要把目光投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这将需要天文距离。这项突破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木星的卫星。奥勒·罗默出生于1644年9月25日，丹麦天文学家。17世纪70年代，他在巴黎天文台为著名天文学家乔瓦尼·卡西尼工作。罗默的工作是制作精确的表格，预测木星的卫星木卫一何时会消失在木星后面。这些被称为日食或月食的现象，会像钟表一样准时发生。它们对导航很有用，准确的预测对于试图在海上确定精度的水手来说非常有价值。但随着罗默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里不断整理他的观察结果，他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与预测并不完全一致。当地球在其轨道上向木星移动时，日食似乎会提前发生；当地球远离木星时，这些现象发生的稍晚。1年下来，这些时间的差异累积成了很大的差距。罗默意识到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光传播需要时间。当地球距离木星更近时，光线需要穿越的距离更短，因此观测者能更早看到日食。地球离地球较远时，光线需要传播更远的距离，造成延误。日食和月食的发生就像钟表一样精准，但是由于地球在其轨道上的位置不同，携带日食讯息的光线必须跨越不同的距离才能传播。想想罗默当时意识到了什么？他当时并没有亲眼目睹日食或月食，他迟迟没见到它们，迟到的时间取决于距离。这就像在山谷对面观看烟火，却发现声音比闪光晚到。但在这里，就连闪光灯都延迟了。光线本身也需要时间才能穿越浩瀚的宇宙鸿沟。1676年8月22日，卡西尼向科学院宣布，未来的日食预测将纳入光行时间的修正。同年9月，罗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计算出原定于11月9日发生的木卫一日食将比标准表预测的时间晚10分钟。想想这有多大胆！罗默的意思是，我知道这次日食何时发生，比官方预测更准确，原因是光传播需要时间。如果判断错了，这场公开预言会让他颜面尽失。如果他是对的，他就证明了关于光的本质的一些基本原理。1676年11月9日，天文学家们观察并等待着。日食发生在早上5点35分45秒，比预定时间晚了整整10分钟，与罗默的预测完全一致。1676年11月21日，罗默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他的研究成果。12月7日，他的作品在《查文斯》杂志上发表，这是人类史上首次成功测量光速。罗默估计，光线需要22分钟才能穿过地球绕太阳运行轨道的直径，这使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约225000公里。他的计算结果大约有 24% 到 25% 的误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天文学家不知道地球轨道的确切大小，但他证明了亚里斯多德的错误之处：光线不会瞬间到达，它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穿越太空，但到达目的地仍然需要时间。53年后才独立证实，53年后才有人以完全不同的方法证明了罗默的正确性。1728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利在寻找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时，发现了一种称为恒星光行差的现象。布拉德利试图探测地球绕太阳公转所引起的恒星位置的轻微变化。
这种现象称为恒星视差，这是一项重要的测量，因为它将提供地球确实绕太阳运转的直接证据。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尚未通过直接观测得到证实。布拉德利发现，恒星在1年内似乎会移动大约40角秒的位置，但方向和时间对于视差来说是错误的。在任何特定时刻，星星似乎都会朝着地球运动的方向移动。传说这个解释是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时得到的。布拉德利注意到，当船改变航向时，相对于船的风向似乎也会改变，即使实际的风向并没有改变。他意识到星星的运作规律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在暴风雪中行走的情景，即使雪垂直落下，你也必须将雨伞向前倾斜才能保持干燥，因为你正朝着飘落的雪走去。星光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它似乎沿着地球轨道运动方向略有偏移。只有当光传播需要时间时，这种现象才能说得通。如果光线瞬间到达，就不会出现偏差。相差的存在极其具有可测量的特定角度，使得布拉德利能够计算光速。透过测量这种位移并了解地球的轨道速度，布拉德利计算出光速在每秒约294000到301000公里之间。他的计算结果与现代数值相差不到 2%。 他独立证实了罗默半个世纪前的发现：光速是有限的，虽然快得几乎难以想象，但它是可以测量的。第2章：齿轮、镜子与消失的以太。罗默借用了木星轨道的尺度，布拉德利借用了地球绕太阳运行的速度，但科学家仍不满足。如果光速真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数字，人类能不能不再仰赖行星和恒星，而是在地面上亲手把它抓住？这听起来近乎狂妄。光在你眨眼之前已经绕过地球好多次，普通钟表来不及反应，人的眼睛更来不及。于是19世纪的实验者搬出了齿轮、镜子、长长的光路，以及近乎偏执的耐心。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追逐一个数字，没想到这些镜面最后照出的竟是一个当时的物理学根本无法回答的空洞。请在脑海里看见那幅画面：夜色中的钟楼，一束光从齿轮缝隙射出，跨越将近9公里的空气，撞上远方镜面，再沿原路返回。齿轮正在旋转，转慢了，光会从原来的缝隙回来，转到某个速度，一枚轮齿恰好挡住它。那个短暂消失的亮点，就是光在路上花掉的时间。人类第一次不靠天体运动，而是用一件放在地面上的机械装置，逼近了宇宙速度极限。可测量愈精确，麻烦反而愈大。光像波通常需要介质，声音需要空气，水波需要水。那么穿越真空的光波究竟依靠什么？这个看似合理的疑问，将把物理学引向一种从未被看见，最后也从未被找到的神秘物质。接下来，人类决定把测量光速的实验从天文台搬回地球，这就是击败伽利略的挑战。如何利用本地就能安装的设备来测量物体在500万分之1秒内移动 1.6 公里的速度？阿曼德·菲佐是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出生于1819年9月23日。1849年7月23日，他进行了一项精妙的实验，并将结果向巴黎科学院公布。菲佐在巴黎西郊索雷讷的一座钟楼上设置了一个光源，大约 8.7 公里外的蒙马特山上，他放置了一面镜子。他在光源和镜子之间放置了一个有720个齿的齿轮。它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而且确实很巧妙。光源发出的光线穿过车轮的2个齿之间，到达远处的镜子，反射回来，然后回到车轮。如果轮子不转或转得很慢，返回的光线就会穿过同一个缝隙，到达观察者的眼睛。但如果车轮以恰好合适的速度旋转，那么当光线再次出现时，车轮就会旋转到一定程度，使某个齿轮挡住光线，灯光会被切断。透过仔细调整车轮的旋转速度，菲佐可以找到返回的光线被阻挡的确切速度，以及光线通过下一个缝隙的速度。他发现，当旋转速度为每秒 25.2 圈时，返回的光线会穿过它开始位置旁边的下一个缝隙。由此，他知道了车轮的转速、齿数和光传播的总距离。
就可以计算出光速。它的成绩约为每秒约313000公里，虽然比预期高出约 4.5%， 但这仍然是一场胜利。这是第一次在不借助太阳系巨大距离的情况下测量出光速。宇宙的奥秘可以在实验室里测量。在伽利略首次提出这项实验2个世纪后，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菲佐的前合作者和竞争对手莱昂·福克开发了一种更精细的技术，使用旋转镜代替齿轮。1862年，福克测得光速约每秒约297700公里，这与现代公认值仅相差 0.6%。对于一台160多年前制造的设备来说，其精度令人惊讶。但福克早在12年前就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1850年4月27日，他证明了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慢。这看似是次要的细节，但实际上却是物理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论之一的决定性证据。牛顿曾提出光是由微小粒子组成的，他称这些粒子为微粒。根据牛顿的理论，光在水等密度较大的物质中传播速度应该会更快，因为粒子会被吸引并加速。与此竞争的波动理论预测的结果恰恰相反，光波在密度较大的介质中速度会减慢，就像声波在不同材料中的表现不同。福克在1850年的实验确凿地证明了光在水中传播速度较慢。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个结果彻底否定了牛顿的光粒子理论。光具有波动性，尽管牛顿才华横溢，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错。即使最伟大的头脑也会犯错。对更高精度的追求造就了阿尔伯特·米歇尔森。这位美国物理学家出生于1852年12月19日。米歇尔森2岁时，他的家人从普鲁士移民到国外。17岁时，他直接从尤利西斯·格兰特总统那里获得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通知。米歇尔森对精确测量着迷。1878年和1879年，他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服役期间，改进了福克的旋转镜技术，并获得了每秒约299900公里的数值。这是当时历史上对光速最精确的测量。但米歇尔森最著名的实验并不是测量光速，这是在测量一个最终被证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这项实验却意外的为物理学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理论铺平了道路。19世纪末，物理学家认为光波和声波一样，需要介质才能传播。声音的传播需要空气、水或其他物理介质。在真空中你听不到任何声音，因为声波无法传播。那么光波是透过什么传播的呢？是什么将它们从太阳带离浩瀚的宇宙带到了地球？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发光以太的物质的存在。这是一种无形的、无重量的物质，它充满整个空间，并像空气传播声音一样传播光波。这种以太必定具有特殊的性质，它必须足够坚硬，才能以极高的速度传输波，同时又必须足够流动，才能不阻碍行星穿过它的运动。它必须无所不在，充满整个空间，但又完全无法透过任何常规手段检测到。如果以太存在，而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过程中穿过以太，那么光速应该会因方向的不同而略有不同。光沿着地球运动方向在以太中传播，就好比逆流而上，速度会稍慢一些。光线垂直于地球运动方向传播时不会遇到这种阻力。差异虽然很小，但用足够灵敏的设备应该可以检测出来。米歇尔森设计了一种称为干涉仪的仪器来检测这种差异。该装置将一束光分成2条相互垂直的光束，分别使每束光在镜子上反射，然后重新组合。如果一条路径比另一条路径快，则重组光束会略微不同步，从而产生干涉图案。这种干涉图案可以极其精确地测量。1887年，米歇尔森与俄亥俄州大学的化学教授爱德华·莫利合作，他们在阿德尔伯特宿舍的地下室进行了实验。为了防止震动影响仪器，他们将干涉仪安装在一块漂浮在水银池中的大型砂岩板上，有效光程约为11公尺。这是透过16面镜子的复杂排列实现的。实验使用了波长约589奈米的内灯所发出的单色黄光。根据他们的计算，
他们预计，当旋转装置到不同方向时，条纹会发生大约 0.4 条条纹的偏移，这将是地球在以太中运动的明确证据。从1887年4月到7月，米歇尔森和莫利进行了测量，并在7月8日、9日和11日进行了关键观测，结果基本上什么也没发生，实际测得的位移量不到预期值的 140%。1887年8月，米歇尔森写信给英国物理学家瑞里勋爵，信中说结果肯定是否定的，这通常被称为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失败实验。米歇尔森和莫利原本打算测量地球在以太中的运动，结果却证明以太并不存在，或至少它对光的影响方式与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无论地球在太空中如何运动，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都完全相同，无论你将仪器指向哪个方向，无论一年中的哪个季节，无论你测量的多么仔细，光速始终保持不变。米歇尔森因其精密的光学仪器及其所进行的研究，于1907年12月获得诺贝尔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美国人。米歇尔森莫利实验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谜题：如果没有以太，是什么承载了光波？为什么地球的运动不会影响光速？答案需要我们彻底重新思考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这需要一场革命。有趣的是，在1885年9月为这项实验进行紧张准备期间，米歇尔森精神崩溃了。他的合作者莫利认为，这是因为他在1885年10月恢复了健康。但这事件表明，这些测量结果有多么重要，物理学家们有多渴望了解光的本质。1983年10月，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做出了一个决定。这项决定在早期的科学家看来是荒谬的，他们停止了测量光速的尝试，相反，他们给它下了定义。官方定义将光速精确地定位每秒299792.458公里，没有丝毫不确定度。根据定义，米是由光速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反过来。这看起来像是作弊，但实际上却很有道理。经过几个世纪越来越精确的测量，科学家逐渐意识到，光速不只是一个我们可以测量的数字，它是自然界的基本常数，融入了时空本身的结构之中。与其不断尝试更精确地确定这个常数，不如将其作为其他测量的基础，这样更有意义。真空中光速的精确度如今与一沓鸡蛋的数量一样精确，它不再是我们可以衡量的东西，而是我们都知道的东西。第3章，26岁的专利局职员。实验没有找到以太，但问题没有因此消失，恰恰相反，它变得更尖锐了。如果没有以太，光波究竟在什么东西里传播？如果地球正在太空中高速前进，为什么迎面射来的光和从后方追来的光测起来还是同一个速度？当时最出色的物理学家几乎都在试图修补旧理论，只有一个没有实验室、没有大学职位的年轻人选择了更冒险的道路。也许需要修改的并不是光，也不是测量仪器，而是人类一直深信不疑的时间和空间。白天，他坐在专利局里审查各种机械设计；晚上，他带着问题走回住处。没有大型仪器，没有研究团队，他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是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没有放下的想象：如果自己能追着一道光前进，究竟会看见什么？按照日常速度的加减法，只要追得够快，光波应该会在眼前慢下来，最后像凝固的波纹一样停住。但电磁学方程式不允许这种景象。自然界似乎在说，无论你怎样追，光仍会以同一速度离开你。两套都很成功的物理观念在这里正面冲突。爱因斯坦没有选择其中一套，也没有再发明一种看不见的介质，他保留光速，然后让时间与空间承担后果。1905年，一名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工作的26岁年轻人发表了4篇改变物理学的论文。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没有大学教职，取得科学参考资料的途径有限，也没有实验室。他后来把专利局称为孕育出最美好想法的世俗修道院。爱因斯坦的主要学术伙伴是他的同事米歇尔·贝索。爱因斯坦后来写道，在整个欧洲，他都找不到比他更适合倾听我想法的人了。
他们下班后会一起走回家，边走边讨论物理，辩论各种想法，一起解决问题。就在那些下班后的散步和争论中，一套全新的时空观逐渐成型。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他在德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的4篇论文，探讨了完全不同的主题，其中任何一篇都足以确保他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一篇论文于3月18日收到，并于6月9日发表，解释了光电效应，并提出光是以离散的能量包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光子。这项工作最终为爱因斯坦赢得了诺贝尔奖。第二篇论文于5月11日收到，7月18日发表，他透过解释悬浮在液体中的微小粒子的随机运动，称为布朗运动，提供了原子存在的数学证明。第三篇论文于6月30日收到，9月26日发表，题为《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德语《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这篇31页的论文介绍了狭义相对论，它最终将颠覆我们对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理解。第四篇论文于9月27日收到，11月21日发表，只有3页，但其中包含了科学界最著名的方程式之一。在书中，爱因斯坦证明了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光速的平方来表示。想想爱因斯坦那一年取得了哪些成就。他26岁，他没有教职，没有实验室，也没有研究助理。他每周工作6天，负责审查发明专利申请。在业余时间，例如晚上和周末，他改写了物理学的基础理论。1年内发表4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论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让他成名。他们共同成就了他的永生。让我们专注于第3篇论文，因为他解释了为什么光速会打破现实。爱因斯坦大约从16岁起，也就是1895年或1896年左右，就一直被一个思想实验所困扰。几十年后，他在1946年写的自传笔记中描述了这件事。我16岁时就已经遇过这个悖论。如果我追踪一束速度为 c 的光束，我应该会观察到这束光束是一个静止的电磁场，尽管它在空间上震荡。然而，无论根据经验或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似乎都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想想爱因斯坦当时在想什么？一个少年想象自己沿着一道光束奔跑，与光束保持相同的速度，并回头看看光束的样子。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光线会是什么样子？根据牛顿物理学，当他和牛顿一起穿越太空时，他应该看到一个静止的波，电磁场中的一个静止的涟漪，就那样静静地待在他身边。但麦克斯韦描述电磁学的方程式，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麦克斯韦方程组预测，包括光在内的电磁波必须始终以特定的速度传播。根据这些方程式，静止的光，以光速以外的任何速度运动的光，在物理上都是不可能的。这个悖论困扰了爱因斯坦多年。10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琢磨这个问题。他最终想出的解决方案非常激进。或许前提是错的，或许根本不可能沿着光束奔跑，或许无论观察者运动速度多快，光相对于任何观察者的速度始终保持不变。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的基础是2个基本假设或公设，他称为相对性原理的第一条假设指出，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都是相同的。惯性参考系只是一个不会发生加速度的视角。如果你搭乘一列平稳行驶的火车，而车窗都被遮挡起来，那么你在火车内进行的任何实验，都无法告诉你火车是在行驶还是静止。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休息状态，没有宇宙背景辐射可以用来测量运动，只有相对于其他物体的运动。第2个假设指出，无论光源或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如何，无论你是朝着光源移动还是远离光源移动，光在真空中总是以相同的确定速度传播。无论光源是向你靠近还是远离你移动，你测得的光速始终是相同的，即每秒299792公里。这2个假设单独来看似乎都比较合理。第一种早在伽利略时代就出现了。第2个结论基本上就是米歇尔森-莫利实验所证明的，但两者结合起来，
却产生了违背我们对世界运作方式所有认知的后果。请考虑以下情况：你正搭乘一列以光速1半行驶的火车，那大约是每秒约149700公里。你打开手电筒，照向火车车头。常识告诉我们，从站在月台上观看火车经过的人的角度来看，那束光的传播速度应该是光速的 1.5 倍。火车的速度加上光速，速度就是这样叠加的，对吧？如果你乘坐一辆时速80公里的巴士，并以时速32公里的速度向前抛出一个球，那么人行道上的人看到的球的运动速度将是时速112公里。速度相加，但爱因斯坦的第二假设却否定了这一点。平台上的人会测量出光以光速传播，不是1次半，而是光速，与你在火车上测得的速度相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当你在火车上时，你和月台上的观察者相对于彼此的运动速度是光速的1半时，如何测量到同一束以相同速度传播的光束？答案是，时间和空间本身必须具有弹性。如果光速对所有观察者来说都是绝对且恒定的，那么时间和空间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使之成为可能。不同的观察者感受到的时间流逝速度不同，运动的物体会沿着运动方向缩小。一个观察者眼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另一个观察者眼中可能并非同时发生。这并非我们测量仪器的缺陷，这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时间和空间的确就是这样运作的。一旦你接受了爱因斯坦的2个假设，所有这些奇怪的后果都会在数学上必然地、无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爱因斯坦当年发表的第4篇论文，探讨了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关系。它的标题朴实无华，物体的惯性是否取决于其能量含量。爱因斯坦仅用3页纸，就证明了质量和能量是同一件事的2种形式。我们所熟知的著名方程式 E 等于 mc 平方，实际上并没有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论文中。爱因斯坦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他用 L 表示能量，用 V 表示光速。如果物体以辐射的形式释放能量 L， 则其质量减少 L 除以 V 的平方。其影响令人震惊。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能量可以转化为质量。由于光速的平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以标准公制单位表示约为9后面跟16个零，因此极少量的质量蕴含着几乎难以想象的能量。想想这在具体方面意味着什么。大约454克物质如果完全转化为能量，将释放出约40千万亿焦耳的能量，这大约相当于1次10兆吨级的核爆。一个回形针的质量如果完全转化，足以供应一座城市使用。这种能量一直都在那里，被锁在物质内部，等待着。这个方程式也解释了太阳为什么能持续发光。在太阳核心深处，氢原子聚变形成氦，氦的重量比组成它的氢略轻，缺失的那部分质量去了哪里？它转化为能量，像阳光一样向外辐射，温暖着我们的星球。太阳正缓慢地将其质量转化为能量，每秒约有400万吨的质量转化为能量，而这种转化将持续数十亿年。这个方程式还可以解释核能和核武。当铀等重原子分裂，或氢等氢原子聚变时，它们质量的一小部分会转化为能量。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只用了不到1克的物质，就产生了摧毁一座城市的爆炸威力，比回形针的质量还小。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曼哈顿计划进行期间，他于1940年被拒绝授予安全许可，但他的方程式揭示了质量和能量之间一直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隐藏在其中。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论文最初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毕竟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没有任何学术职位。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认识到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并在1906年发表了支持性分析。爱因斯坦后来写道，这个理论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受到同事们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普朗克对这个理论的坚定决心和热情支持。科学界逐渐了解爱因斯坦所取得的成就，但获得诺贝尔委员会的认可却花了更长的时间，而当他最终出现时，却与相对论毫无关系。
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于1922年授予爱因斯坦，以表彰他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特别是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只字未提相对论。为什么不呢？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其中一名成员，瑞典物理学家阿尔瓦·古尔斯特兰德，对爱因斯坦的工作抱有强烈的敌意。据称，古尔斯特兰德宣称，即使全世界都要求，爱因斯坦也绝对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解决方案来自物理学家卡尔·奥森，他提名爱因斯坦专门研究光电效应。奥辛将其表述为一条已被证明的定律，而不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从而找到了绕过反对意见的方法。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发表诺贝尔奖演讲，更凸显了这种讽刺意味。尽管爱因斯坦正是因光电效应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演讲却完全围绕着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他从未提及光电效应，委员会把奖项颁给了他错误的研究成果，而爱因斯坦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关于爱因斯坦如何得知日食观测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言，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亚瑟·爱丁顿率领一支探险队观测日全食，并测量星光是否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那样，受到太阳引力的弯曲。当结果呈阳性，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测后，爱因斯坦于1919年9月27日写信给他的母亲：今天有个好消息 ，H.A. 劳伦斯给我发电报，说英国探险队确实证实了太阳光的偏转现象。据说，当被问及如果结果对他不利他会说什么时，爱因斯坦不屑地耸了耸肩。他对数学很有信心，宇宙的运作必然如此。第4章，当时间变慢，空间开始收缩。到这里，历史故事暂时退到背景，真正令人不安的部分现在才开始。假如光速对所有观察者都相同，那么2个相对运动的人就不可能在共享完全相同的时间，也不可能同意同一段距离究竟有多长。这不是语言游戏，不是观看角度造成的错觉。一只真正的钟会因速度而少走一点时间，一段真正的路会在高速旅行者眼中缩短。甚至2件事是否同时发生，也不再有适用于整个宇宙的唯一答案。我们平日信赖的直觉将在这一章一件件失效。你可以把它想成2位各自带着钟表的旅客，一位留在月台，另一位坐上接近光速的列车。他们都看见自己的钟正常跳动，心跳正常，思考正常，列车上的咖啡也不会变冷得特别慢。差异只有在2人再次比较时间时才会浮现。留在月台的人经历了较长时间，高速旅行者的钟真的少走了一段。没有人感到自己的时间被拉长，也没有人拥有凌驾他人的真正时间。宇宙允许每一条运动路径带着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观念听起来像哲学，然而它可以被钟表读数、粒子寿命和卫星讯号精确地量出来。现在让我们看看光速究竟如何改写我们所熟悉的现实。接下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奇怪了。这些并非推测性的想法或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些都是经过验证的事实，在过去1个世纪中通过无数实验得到了证实。宇宙的运作方式实际上就是这样，无论它是否符合直觉。爱因斯坦理论的第1个推论称为时间膨胀。当一个物体相对于你运动时，它的时钟走得比你的慢，不是看起来运转速度变慢，而是实际运转速度变慢。让我再说一遍，因为这很重要。运动中的钟表走得比静止的钟表慢，这不是视觉错觉，这不是钟表的机械故障，这不是测量误差。运动的物体时间流逝得较慢。这个数学公式涉及一个叫做洛伦兹因子的东西，它以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的名字命名。他在爱因斯坦之前推导出了许多这样的方程式，但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它们的含义。洛伦兹认为他是在描述物体在以太中运动时如何收缩，爱因斯坦意识到并不存在以太。这些方程式描述的是更基本的东西，即时空本身的本质。洛伦兹因子取决于物体运动速度与光速的比值，在日常速度下，也就是人类所体验到的速度下，它基本上等于1，
这意味着时间正常流逝。但当速度接近光速时，洛伦兹因子会无限成长。让我用具体数字来告诉你，这样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代表什么。当速度达到光速的 50% 时，也就是每秒约149900公里，洛伦兹因子约为 1.155， 这意味着地球上每过去1年，以这种速度旅行的人大约只过了10个半月。从日常角度来看，差异不大，但却是可以衡量的。当速度达到光速的 90% 时，洛伦兹因子跃升至约 2.29， 地球上的1年相当于旅行者不到5个半月的时间。现在我们看到了显著的时间差异，以光速的 99% 计算，该系数约为 7.09。 对于移动速度如此之快的人来说，地球上的1年只相当于大约52天。对这位旅行者来说，地球上6年多的时间压缩成了1年。当速度达到光速的 99.99% 时，洛伦兹因子约为71，地球上的1年对旅行者来说大约相当于5天。当速度达到光速的 99.99999% 时，系数约为707，地球上每过去1年，以这种速度旅行的人所经历的时间大约只有 12.5 小时。这不是科幻小说，这是经过测量验证的事实，已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无数次得到证实。GPS 卫星上的时钟、加速器中的粒子、宇宙射线缪子的衰变率，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时间膨胀是真实存在的。要真正理解时间膨胀的基本原理，可以考虑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称为光钟。想象一下，有一种钟表的工作原理，是让一束光在2面镜子之间反射，每次灯光往返一次，时钟就会滴答一声。如果时钟相对于你静止不动，你会看到光线在镜子之间垂直上下传播。但现在想象一下，这个时钟相对于你正以极快的速度横向移动。从你的角度来看，光线不再是垂直上下传播了，它以对角线之自行轨迹运动。因为每次弹跳时，镜子都会移动到新的位置，斜向路径比垂直直线路径长，但光速始终保持不变。所以，如果路径更长，旅程就需要更多时间。运动的时钟每滴答一声的时间，都比静止的时钟每滴答一声的时间长。这并非这款钟表设计的特例，任何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物理过程，都会表现出相同的效果。化学反应、生物老化、放射性衰减、原子振动，所有这些都会随着运动物体的移动而减慢，时间仿佛变慢了。不仅仅是时钟，而是时间。第二个主要后果是长度缩短。相对于你运动的物体，其物理长度会沿着运动方向缩短。这不是光行时间造成的视觉错觉，该物体确实占用空间更小。长度收缩的公式本质上是时间膨胀的倒数。物体以光速的 50% 运转时，会收缩到静止长度的约 87%。以光速的 87% 时，它会收缩到静止长度的一半。以光速的 99% 飞行时，它会被压缩到原始长度的约 14%。99.99% 时，大约只有 1.4%。以加州的史丹佛直线加速器为例，这是一条长约 3.2 公里的直管，在内部，电子被加速到非常接近光速。从电子的角度来看，由于长度收缩，整个加速器看起来只有大约51公分长。电子感觉自己穿过的隧道比你的臂展还短，尽管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隧道将近 3.2 公里长，电子确实会经历一个较短的隧道效应。从它们的参考物来看，隧道实际上只有大约51公分长。这并非为了方便计算，也不是理论上的抽象，这就是实际情况。宇宙不会偏袒任何一种观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叫做梯子悖论，或是谷仓悖论，它说明了这件事有多奇怪。想象一下，一架比谷仓还长的梯子，有人扛着梯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跑进谷仓。从谷仓的角度来看，梯子收缩了，在短暂的一瞬间，整个梯子可以完全塞进谷仓里，2扇门都关上了。但是从梯子搬运工的角度来看，是谷仓被承包了，而不是梯子被承包了，所以梯子根本不应该被承包。令人惊讶的是，宇宙允许这2种说法都成立。此解决方案涉及同时性的相对性。
我们接下来将对此进行讨论。对一位观察者来说，两扇门同时关闭是同时发生的，但对另一位观察者来说，这并非同时发生的。宇宙依然保持一致，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放弃存在一个单一的、普遍的现在的想法。第三个后果可能是最奇怪的，即同时性的相对性。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同时发生的事件，对于相对于第一个观察者移动的另一个观察者来说，可能不会同时发生。爱因斯坦用一个关于火车和闪电的思想实验来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从站在月台上的人的视角来看，一道闪电在同一瞬间击中了行驶中的列车的两端，那个人同时看到两道闪光，因为每次闪电发出的光线到达他那里的距离都相同。但如果有人坐在火车中间呢？列车正在向前行驶，由于他们正朝着袭击发生的方向移动，因此来自前方袭击的光线传播到他们的距离更短，来自后方撞击的光线需要传播更长的距离，因为他们正在远离撞击发生的位置。乘客最先看到车头撞击。你可能会说，那只是因为光行时间的原因。罢工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只是乘客看到的时间不同而已。但关键在于此，在狭义相对论中，无法确定哪一个观察者才是正确的。两种观点都不存在特权。宇宙中并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主时钟。对平台观察员来说，这些攻击是同时发生的。对于火车乘客来说，并非如此。而且没有任何实验、测量或诉诸某种更深层的现实来解决这场争端。这具有深远的影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理解。现在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不同的观察者由于彼此相对运动，实际上生活在不同的当下时刻版本。英国物理学家彭罗斯用所谓的仙女座悖论来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两个人在街上擦肩而过，一个正缓缓走向仙女座星系，它距离地球大约250万光年，约 2.4 乘以10的19次方公里。另一个人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缓缓走着，他们的相对速度很小，可能只有每小时18公里。但由于距离遥远，他们的同时性平面彼此倾斜。在仙女座星球上，对一个人来说的现在和对另一个人来说的现在是不同的。差别有多大？大约几天。现在仙女座星系上，可能有人正在讨论是否要发动入侵舰队，其中包括外星人。对方现在已经开始装船了。地球上的同一时刻，仙女座星系上却发生了不同的事件。这对我们日常所做的事情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日常生活中涉及的距离和速度太小，这种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这揭示了现实本质中一些令人不安的面向。当下并非宇宙间共享的单一瞬间，这取决于观察者，是相对的。没有一个宇宙的当下状态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这项见解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我们将在下面的部分中探讨。现在就先静静地感受一下这种怪异感吧。两个人并肩站着，对遥远星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各执己见，但两人都完全正确。时间膨胀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双生子悖论。想象一下同卵双胞胎，一人留在地球上，另一人登上太空船，以光速的 90% 前往10光年外的恒星，然后掉头返回地球。从地球的角度来看，这段旅程很简单。这颗恒星距离我们10光年，以光速的 90% 计算，去程大约需要11年，返程又花了11年。地球上经过的总时间约为22年。但从旅行的双胞胎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不同了。由于长度收缩，到恒星的距离不是10光年，以光速的 90% 计算，洛伦兹因子约为 2.29， 距离缩短至约 4.4 光年，行程所需时间相应减少。该旅行者总共用时约 9.7 年。当这对双胞胎重聚时，外出旅行的双胞胎比留在家里的双胞胎大约小12岁半，他们开始学业的年龄相同。现在其中一人比另一人年长很多，他们经历的时间长短不一。这不是比喻，也不是幻觉。这对经常旅行的双胞胎看起来真的老了很多。他们的心脏跳动次数减少了，他们的细胞分裂次数较少，他们的寿命实际上更短。这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那么魏什谟旅行中的双胞胎不能声称地球正在远离自己并返回，这意味着地球上的双胞胎应该更年轻。结论是，这两种情况其实并不对称。行驶中的双胞胎不得不加速，先离开地球，然后掉头返回，最后在返回时减速。居家隔离的双胞胎始终处于同一个惯性参考系中，加速打破了对称性，加速的那个双胞胎经历的时间更短。这并非理论上的好奇，这是透过实验测量的。搭载在真实飞机上环游世界的真实时钟已经返回，结果显示的时间差与爱因斯坦预测的时间差完全一致。双生子悖论根本就不是悖论，这就是宇宙运作的规律。第5章，那道永远追不上的墙。时间会变慢，距离会缩短，可是这些改变并不是宇宙送给高速旅行者的免费礼物。速度愈接近光速，再加快一点点所需的能量就愈惊人。一开始，太空船还能顺利加速，后来每一次推进带来的速度增加愈来愈少，最后那个数字似乎近在眼前，却永远差着最后一步。光速不是一堵能被更大引擎撞破的墙，它更像数学中的地平线。你可以不断靠近，但只要你仍有质量，就无法真正抵达。假设一艘飞船持续点燃引擎，在低速时，它每消耗一份燃料，都能得到明显的速度提升。到了更高速度，同一份能量带来的增幅开始缩小。接近光速后，即使把庞大的能量倒进引擎，速度表上的变化仍愈来愈微弱，90%、99%、99.9%，数字可以一直增加9，却永远不能真正变成100%。这并不是引擎不够先进，也不是材料不够坚固，而是相对论的能量关系不允许有质量的物体跨过那条界限。更深一层看，这条界限还肩负另一个任务，它限制讯息传播的速度，让原因留在结果之前。一旦讯息可以跑得比光更快，在某些观察者眼中，答案就可能早于问题抵达。那时麻烦不只是速度，而是现实的逻辑本身。爱因斯坦的2个假设还带来另一个根本结果：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不可能达到光速。原因如下：物体速度加快时，其动能也会增加，但在相对论中，能量和质量是相关的。物体所具有的能量越多，它在抵抗进一步加速方面所承受的有效重量就越大。当物体接近光速时，加速它所需的能量会无限增加。想象一下，你试着加速一辆速度越快越重的汽车，一开始踩下油门踏板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当速度接近某个极限值时，时速每增加1公里，所需的燃料就会急剧增加。汽车对相同大小的力反应越来越小，最终你消耗了无穷无尽的燃料，却只能缓慢地向一个你永远无法达到的速度迈进。在相对论情况下，当物体接近光速时，继续加速所需的能量会急剧上升，并在理论上趋近无限。要将有质量的物体加速到光速，需要无限的能量。那不仅仅是大量的能量，而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量。光速是渐进极限，可以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一点，将大约 0.9 公斤的物体加速到光速的 90%， 大约需要116千万亿焦耳的能量，这大约相当于25兆吨 TNT， 比历史上引爆过的最大核武还要多。而那样也只能达到 90%， 要达到 99% 的效率，大约需要550千万亿焦耳的能量，要达到 99.9%， 需要近2000兆焦耳的能量。每增加一位小数都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要达到 100%， 则需要无限的能量。但事情还有另一面，没有质量的粒子必须以光速运动，它们别无选择。光子、极光的粒子没有质量，它们只能以光速运动，它们生来就以那种速度运动，直到被吸收之前都不会减速。为什么？因为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和质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对于无质量粒子，这些方程式要求它以光速运动。如果它没有能量，它的能量就为0，这意味着它根本不会存在。光速并非偶然设定的，
它以物理学允许无质量物体达到的唯一速度运动。光速并非随意设定的，它本身就蕴含在时空结构之中。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再讨论一下物理学中的另一个问题：相对论速度叠加。在日常生活中，速度的叠加很简单。如果你在一列时速80公里的火车上，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向前走，那么月台上的人会看到你以每小时88公里的速度移动。这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对于日常速度来说效果非常好。但在相对论速度下，这种简单的加法就行不通了。速度的组合遵循一个公式，无论你把什么速度相加，结果都不会超过光速。举个例子，2艘太空船正在接近，从地球的角度来看，它们每一颗都以光速的 90% 的速度移动。根据简单的加法运算，它们应该看到彼此以光速的 180% 接近。但根据相对论速度叠加原理，它们实际上以光速的 99.45% 的速度相互接近。速度极快，但仍低于光速。公式包括将2个速度相乘，除以光速的平方加1，并将结果作为分母。数学计算表明，任何低于光速的速度组合都不可能产生达到或超过光速的相对速度。宇宙本身有速度限制，任何参考系技巧都无法绕过这个限制。要理解这些效应，就需要将时空视为一个统一的4维结构。我们习惯把空间看成是3维的，把时间看成是独立存在的，在背景中自由流动。爱因斯坦证明它们是相互连接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称为时空的单一结构。对发展这数学框架贡献最大的人是明可夫斯基，他是爱因斯坦以前的数学教授之一。1908年，明可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开篇便说道：从此以后，空间本身和时间本身注定要消失成影子，只有二者的某种结合才能保持独立的现实。爱因斯坦最初对明可夫斯基的4维数学公式不屑一顾，称之为多余的学问，但他后来逐渐认识到它的力量。4维时空的概念对他发展广义相对论至关重要。光锥是可视化这现象的有效工具。想象一个时空中的点，代表在特定地点和时刻发生的事件。现在想象一下，从那个事件中可能发出的所有光线，以光速向外传播，在时间垂直、空间水平的示意图中，这些光线形成一个圆锥形，向上指向未来。此前向锥体内部的所有内容，都代表原始事件可能产生影响的事件。光或任何速度较慢的物质，都可以从第一个事件传播到第二个事件。据说这些事件在时间上是分离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第一个事件的绝对未来。还有一个反向锥体，代表所有可能影响原始事件的事件，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但关键在于此，2个锥体之外的一切都被称为其他地方。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与最初发生的事件没有因果关系，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物质可以传递，甚至连光也不能。而最奇怪的是，对于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同的观察者会对哪个事件先发生有不同意见。光锥之外的事件顺序取决于你的移动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光速有时被称为因果关系的速度。这是因果关系传播的最大速度，它界定了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哪些因素的边界，它决定了哪些事件发生在你的未来，哪些事件发生在你的过去，以及哪些事件从根本上与你无关，存在于你永远无法触及或影响的宇宙彼岸。光锥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超光速旅行，如果可能的话，会造成灾难性的逻辑问题。想象一下，你可以以超光速发送讯息，你向遥远的恒星发送讯号，讯号比光线到达那里还要早。现在想象一下，那颗恒星上的某个人相对于你正以极快的速度运动，由于同时性的相对性，他们的现在与你的现在是不同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发出的超光速讯号可能在你发出之前就已经到达了。如果他们随后发送回复，速度也超过光速，那么回复可能在你发送原始讯息之前就到达地球。你会收到一个你还没问过的问题的答案，这被称为因果关系违背，它造成了祖父悖论，即结果先于原因的情况，有可能让你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
超光速旅行或通讯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不仅超出了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而且也受到时空结构本身的限制。宇宙似乎被设计成避免因果悖论的。光速不仅仅是速度的极限，这是因果律的极限，它保护着整个时空中的事件逻辑顺序。第6章，把相对论带进实验室。说到这里，一个合理的怀疑出现了：这些奇怪现象会不会只是漂亮的数学？毕竟我们没有任何人乘坐过接近光速的飞船，也没有人亲眼看见自己的时间慢下来。但科学不靠直觉投票，它靠测量。人们把原子钟送上飞机，把粒子加速到几乎追上光，追踪从高空坠入大气的秒子，也让卫星每天替我们校正时间。结果一次又一次指向同一件事。爱因斯坦描述的不是遥远未来才会出现的怪事，它正在你的手机、医院的扫描仪以及大型粒子加速器里不停发生。实验的精彩之处在于，研究者不必把一个人加速到接近光速。钟可以替人旅行，粒子可以替人旅行，卫星也可以替人旅行。一台原子钟绕地球飞行后，与留在地面的同伴相差的时间可能只有几十或几百奈秒，这小的无法影响人的一天。但原子钟能看见粒子加速器里原本很快就会衰变的粒子，在高速运动时活得更久。高空生成的秒子本来没有足够寿命抵达地面，却大量出现在探测器里。 GPS 卫星上的时间如果不按相对论每天修正，定位误差就会迅速累积。从微小粒子到环绕地球的卫星，证据跨越完全不同的尺度，却都给出相同答案。时间不是背景里永远一致的滴答声，它会回应速度，也会回应重力。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听起来仍可能像一套精心设计的理论。我们怎么知道这些话都是真的呢？答案是我们已经反复进行了测试，精度极高，每一次都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让我们从时间膨胀最直接、最引人注目的检验——哈菲勒基廷实验开始。1971年10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瑟夫·哈菲尔、美国海军天文台的路易斯·基廷和理查德·基廷决定用真正的钟表来检验双生子悖论。他们购买了商业航班的座位，带着4台色数原子钟环游了世界。1971年10月4日，东行之旅共耗时 65.4 小时，其中实际飞行时间为 41.2 小时。西行之旅于10月13日进行，总共持续了 80.3 小时，其中飞行时间为 48.6 小时。他们为石磨会朝2个方向飞，因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影响必须区分开来。飞机向东飞行，与地球自转方向一致，相对于宇宙参考系，速度不断增加。它们向西飞行，逆着地球自转方向移动，导致有效速度降低。此外，在巡航高度，这些时钟感受到的重力比地面上的时钟弱，这会透过广义相对论影响时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向东飞行的时钟相对于地面时钟应该会慢约40奈秒，向西传播的时钟应该会快大约275奈秒。研究结果于197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向东的时钟慢了59奈秒，误差为正负10奈秒；向西的时钟快了273奈秒，误差为正负7奈秒。两项结果均在预测范围内，这些时间差非常小，不到100万分之1秒，但它们与相对论的预测完全吻合，并且代表了运动的时钟确实走得慢的第一个直接宏观证明。双生子悖论不只是一个思想实验，它是现实。这项实验仅花费了约$8000，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机票。这些钟表被安排了专属座位，并以钟先生的名义为他们购买了门票。它仍然是迄今为止最经济实惠且最具决定性的基础物理检验之一。每天都有更引人注目的例子在粒子物理学实验室，甚至在我们的大气层中上演。缪子是类似电子的亚原子粒子，但质量大约是电子的200倍。它们不稳定，会衰变成其他粒子。在实验室静止状态下测得的平均寿命约为 2.2 微秒。
那是200万分之1秒。眨眼之间，一个缪子就能经历数千个半衰期。宇宙射线不断轰击地球大气层，在大约 9.7 公里高空产生缪子。苗子的半衰期为 2.2 微秒，即是以光速运动。在大部分苗子衰变之前，也只能行进约610公尺。它们不应该大量落地，但它们确实落地了。我们在地球表面探测到了大量缪子。物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首次注意到这种差异。如果根据缪子的静止系寿命计算出有多少缪子能够穿越大气层，你会得到一个远小于侦测器实际测量的数字。秒子的寿命似乎比正常情况长，这怎么可能？时间膨胀。缪子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从我们地面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理时钟运作得很慢，他们的寿命只有2微秒，但会延长到很多微秒，这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到达我们这里。从缪子的角度来看，解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根据他们自身的生理时钟，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2微秒，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地球大气层发生了长度收缩，他们需要穿越的 9.7 公里路程看起来只有几百公尺长，他们完全可以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完成这趟旅程。真漂亮！时间膨胀和长度收缩这2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都给了相同的答案。这个答案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相符，2种解释在各自的参考系中都是正确的，两者之间是一致的。这就是相对论的要求，也是大自然所提供的。1977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储存环中的缪子进行了精确的测试，他们将缪子加速到光速的 99.94%， 洛伦兹因子为 29.33。 当缪子绕着环运动时，他们经历了大约是地球重力时的18倍的极端加速度。测得的缪子寿命为 64.419 微秒，误差为 0.058 微秒。根据时间膨胀预测的值约为 64.4 微秒，该协议的误差在2%以内，置信度为 95%。 这项实验也证实了所谓的时钟假说，加速度本身不会影响时间膨胀，只有速度才会。尽管环绕运动的缪子受到极大的作用力，但它们的寿命与仅根据其速度做出的预测相符。使时间变慢的不是加速度，而是速度。或许日常生活中最实际的相对论验证就是全球定位系统了。如果没有相对论修正，你手机里的 GPS 就无法运作。每次使用 GPS 导航时，你都是在依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GPS 的工作原理是测量无线电讯号从卫星传播到接收器所需的时间。每颗卫星都携带一个精度约为1纳秒的原子钟，透过比较多个卫星的讯号，接收器可以3角定位你的位置，精度可达几码之内。但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卫星的轨道高度约为20100公里，在那个高度，它们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约14000公里。根据狭义相对论，由于它们的速度，它们的时钟应该比地面时钟每天慢约7微秒。然而在那个高度，重力比地球表面弱。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更全面的理论广义相对论认为，在引力较弱的环境中，时钟走得更快。这种效应每天大约会增加45微秒的时间。最终结果如何？卫星时钟每天比地面时钟快约38微秒。这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光在38微秒内可以传播约11公里。如果没有相对论修正， GPS 定位误差每天将累积约7英里，2分钟之内该系统将无法用于导航。这个解决方案很巧妙。 GPS 卫星原子钟的走时频率与地面时钟略有不同，它们不是标准的 10.23 兆赫，而是设定为 10.2299999543 兆赫，这样可以预先补偿相对论时间差，并保持系统的精确性。每次你使用 GPS 导航，每次你的手机在地图上显示你的位置时，你都是在依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如果相对论是错误的， GPS 就无法运作。另一个早期的实验证实来自1959年和1960年，在哈佛大学进行的庞德卡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庞德和格伦雷·布卡尔氏
在杰斐逊物理实验室塔楼内进行了一项实验，该塔楼的高度约为 22.6 公尺。他们从塔顶的钒7原子发射伽马射线，照射到塔底的侦测器上。根据广义相对论，伽马射线在穿过地球引力场时应该会获得能量，这种能量的增加会使它们的频率略微升高。这种现象称为重力蓝移，预测的变化非常小，大约是10的15次方中的 2.5份。为了测量如此微小的效应，庞德和雷布卡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技术，利用了穆斯波尔效应，从而可以进行极其精确的频率测量。他们在1960年的结果是 2.56 加减 0.25 乘以10的负15次方，与预测结果相符，误差在 10% 以内。1964年，庞德和史奈德进行的后续实验取得了 1% 以内的一致性，这是首次通过实验室验证时钟的运行速度会因其在重力场中的位置而有所不同。在结束实验验证之前，让我们来谈谈当实验结果似乎挑战相对论时会发生什么，以及科学是如何应对的。2011年9月23日，一个名为 OPERA 的合作计划宣布了惊人的成果。他们测量了中微子，一种几乎不与物质相互作用的幽灵粒子。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SUN 到意大利格兰萨索 Gran Sasso 的飞行轨迹，距离约为730公里。根据他们的测量结果，中微子到达的速度比光速快 60.7 奈秒。如果属实，这将推翻我们之前讨论的一切。这意味着超光速旅行成为可能，因果律可能被打破。1个世纪以来的物理理论需要修正。物理学界对此进行了密切关注。英国物理学家吉姆·哈利利宣称，如果结果被证明是正确的，中微子真的突破了光速，我将在电视直播中吃掉我的内裤。2012年2月，错误根源被发现，连接 GPS 接收器和主时钟的一条松动的光纤电缆，造成了大约73奈秒的计时误差。还有第二个错误与振荡器时序有关，其作用方向相反。2012年7月12日，更正后的结果公布，中微子在预期的时间范围内到达，这与他们以光速或略低于光速的速度运动的情况相符。爱因斯坦的理论流传了下来，这事件其实展现了科学过程的力量。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说法，他经受了严格的审查，错误在大约6个月内被发现并纠正。哈利利的内裤也未被吃掉，科学是有效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光速宇宙极限的实际意义，包括依赖它的技术，以及它对我们的雄心壮志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已经讨论过 GPS， 但还有另一种医疗技术，直接证明了爱因斯坦著名的质量与能量关系方程式。正子断层扫描 PET 扫描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物质反物质湮灭。患者接受注射，其中含有放射性示踪剂，通常是用氟1-8标记的葡萄糖分子。氟1-8不稳定，会放射正电子，而正电子是反物质电子。当正电子与普通电子相遇时，这两个粒子会完全湮灭，它们的总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以两束伽马射线的形式释放出来。每条伽马射线都携带511000电子伏特的能量，这恰好是电子或正电子的质量能量。伽马射线沿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飞去，相隔180度。PET 扫描仪可以侦测到这些同时出现的伽马射线对，透过追踪重合侦测点之间的连线，扫描仪可以精确定位湮灭发生的位置，绘制出体内的代谢活动图。这是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 E 等于 mc 平方。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世界各地医院进行的每一次 PET 扫描都证明了质量和能量是相等的。在能量的另一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将质子加速到相对论效应完全占主导地位的速度。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是一个周长约27公里的环状结构，埋在瑞士和法国的边界下方。质子每秒钟绕这个环旋转11245次，速度达到光速的 99.9999991%。它们的运动速度每秒只比光速慢大约3公尺。在此速度下，洛伦兹因子约为7460，质子的动能大约是其静止质量的7460倍。
从质子的角度来看，整个27公里的环看起来只有大约4公尺宽，这是由于相对论效应造成的收缩。当沿相反方向运动的质子迎头相撞时，碰撞能量可达14兆电子伏特，这足以产生比质子重数千倍的粒子。这些粒子自宇宙大爆炸后的最初时刻以来，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希格斯玻色子于2012年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被发现，其质量约为1250亿电子伏特，是质子静止质量的100倍以上。这种质量完全是由碰撞能量所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物质，正如爱因斯坦方程式所预测的那样。第7章，宇宙很大，而光仍然太慢。每秒将近30万公里，放在地球上，这是一个近乎无敌的速度。一道光只需1秒多，就能绕地球赤道7圈半。可一旦把舞台换成太阳系，它突然显得没有那么快了。飞到月球需要 1.3 秒，飞到火星需要几分钟，甚至20多分钟，飞到最近的恒星需要4年多，而银河系的另一端要等上10万年。这个反差正是宇宙最安静也最残酷的地方。我们能看见很远，却未必能抵达。于是人类开始寻找漏洞，量子纠缠、超光速粒子、曲速气泡、虫洞。问题是，宇宙真的留下了后门吗？这个问题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星际旅行的困难并不只在燃料。假设我们能制造一艘每小时飞行10万公里的太空船，它在人类工程史上已经快得惊人，但前往比邻星仍要用数万年计算。一代人出发，抵达的可能已是遥远后代。通讯也同样冷酷。火星探测车遇到危险时，地球控制中心不能像遥控玩具那样立刻转向，指令在路上，回复也在路上，中间那段沉默无法靠更快的电脑消除。量子纠缠看似瞬间联动，却不能单独传递可控制的消息。曲速引擎试图移动时空，而不是让飞船穿过时空超速前进，但它需要的负能量和稳定条件远超现有能力。虫洞提供捷径，却可能把时间旅行与因果悖论一起带进来。每一扇看似打开的门，背后都站着更难回答的问题。然而，光速也替人类能做到的事情画下了一道清楚的边界。考虑与航天器通讯的问题，光速为每秒约299800公里。这听起来速度快得惊人，但宇宙是浩瀚的。月球距离地球约384400公里，光完成单程需要大约 1.3 秒，一次往返通讯需要 2.6 秒。在阿波罗计划期间，这种情况尚可控制，尽管这时的对话略显尴尬。任务录音中总是能听到那种停顿和延迟。火星距离地球远得多，它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大约是5470万公里，光大约需要 4.3 分钟才能穿过这段距离。一则往返讯息至少需要 8.6 分钟。当火星运行到太阳的另一侧时，距离地球最远，约4.2亿万公里，单程轻轨行程时间延长至21至24分钟。你提出一个问题，最早也要等42到48分钟才能得到答案。这不是我们用更好的收音机就能解决的技术问题，这是时空的一个基本特征。光速无法超越，因此通讯延迟无法消除。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1号太空船，目前距离地球约170个天文单位，其中一个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那大约是251亿公里。光到达旅行者1号大约需要 23.5 小时，今天发出的指令要到明天才能到达。2026年11月15日，旅客1号抵达距离地球1个完整光日的位置，当时光往返太空船所需的时间超过了48小时。旅行者1号目前仍在太阳系外围，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是半人马座 Alpha 星，距离我们约 4.24 光年，那大约是25兆英里。我们发出的任何讯息都需要4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送达，两次交流之间间隔长达 8.5 年的对话，根本不算是对话。宇宙速度极限也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138亿年前开始向我们传播的光，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这段旅程，这界定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界。
我们所能接收到的最遥远的光已有138亿年的历史，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与直觉相悖。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465亿光年，而不是138亿光年。我们如何才能看到比光在宇宙生命周期中所能传播的距离更远的物体？答案是，太空本身一直在膨胀。138亿年前开始旅程的光，当时离我们更近。随着它的行进，空间被拉伸，那道原始之光的源头一直在逐渐远去。如今，这些早期天体距离我们465亿光年之遥，因此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930亿光年。越过那道边界，光线还来不及到达我们这里。在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之外，可能还存在着更广阔的宇宙，但我们无从得知。更奇怪的是，遥远的星系正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在所谓的哈勃世界之外，大约140亿光年之外的一个星系，正因空间膨胀而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这并不违反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物体在太空中的移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它并没有提到太空本身在膨胀，星系并非以超光速在太空中飞行，空间本身在扩张，带着它们一起前进。现在来自那些星系的光线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它们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世界之外。我们从根本上不可逆转的与宇宙的那些区域隔绝开来。鉴于光速的限制如此之大，人们自然会问，有没有办法绕过它？科学家和科幻小说作家已经探索了各种可能性，大多数问题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还有一些问题仍然令人着迷，悬而未决。让我们先从绝对行不通的量子纠缠说起。当两个粒子纠缠在一起时，无论距离远近，测量其中一个粒子都会立即影响测量另一个粒子的结果。爱因斯坦称之为诡异的超距作用，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接受它。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阿斯佩、克劳瑟和塞林格，以表彰他们对纠缠光子的实验，证明贝尔不等式的违背，以及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很多人听到量子纠缠后，认为它可以实现超光速通讯。不可能。原因如下：首先，当你测量一个纠缠粒子时，你会得到一个随机结果，你无法选择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其次，双方都无法知道对方是否已经进行了测量，只有将测量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纠缠粒子之间的关联性才会显现出来，而这需要正常速度、光速或更慢的速度进行通讯。这种诡异的行为产生的是相关性，而不是讯号。有一个叫做无通信定理的数学证明，可以严格地证明这一点。量子力学虽然很奇特，但它仍然遵循光速定律。关键的见解是，纠缠会在测量结果之间产生相关性，但对于每个观察者来说，这些相关性看起来完全是随机的，直到他们比较笔迹为止。想象两个朋友各自抛一枚硬币，他们的硬币缠在一起，所以当一枚硬币正面朝上时，另一枚硬币就会反面朝上。但从两位朋友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硬币仍然表现为随机行为，他们无法控制最终的结果，他们无法透过以特定模式抛硬币来传递讯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硬币是正面还是反面。只有当他们见面并比较结果时，才会发现完美的负相关。量子纠缠的工作原理也相同，完全吻合，但无法控制或沟通。如果存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假想粒子呢？1967年，物理学家费恩伯格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超光速粒子的可能性》的论文。他用希腊语中表示快速的词，创造了超光速粒子 tachyon 一词，来指称这类假想粒子。超光速粒子将具有奇特的性质，它们具有所谓的虚质量，这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平方将是一个负数，它们总是以超光速运动，就像普通有质量粒子总是低于光速运动相反。给超光速粒子增加能量会使其减速，移除能量会加速这个过程，它们的速度上限会接近光速，就像我们从下方接近光速的下限一样。超光速粒子的问题在于因果关系，如果超光速粒子存在并且可以用来发送讯息，
那么在某些参考系中，它们将使讯号在发送之前就能被接收到，这就产生了逻辑悖论，似乎破坏了物理学的一致性。目前尚未探测到超光速粒子，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它们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超光速场确实出现在某些量子场论计算中，但这些场并不代表运动速度超过光速的粒子，它们是不稳定场构型的数学特征，就像一个球平衡在山顶上一样。这种超光速运动的特性显示该系统倾向于向更稳定的状态演化。广义相对论提供了一个更有趣的可能性：阿尔库别雷曲速引擎。1994年，墨西哥物理学家阿尔库维耶雷在《经典与量子重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曲速引擎广义相对论中的超高速旅行的论文。他的灵感直接来自星际争霸战。阿尔库别雷证明，爱因斯坦方程式允许一种时空结构，其中平坦空间的气泡相对于远处的观察者可以以超光速运动，这个气泡不会以超光速在太空中移动，相反，气泡前方的空间会收缩，气泡后方的空间会膨胀，气泡内的太空船会保持局部静止，而气泡则会带着它一起移动。从技术上讲，这并不违反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禁止物体在时空中以超过光速的速度移动。阿尔库别雷驱动器能够移动时空本身，但问题在于，制造这样的气泡需要物理学家所说的奇异物质，具有负能量密度的物质。在普通物理学中，能量要么是正值，要么是零。负能量密度需要一种与已知材料截然不同的物质。初步计算表明，所需的能量是天文数字，相当于将木星的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2011年和2012年，美国太空总署的物理学家怀特证明，将气泡的形状从球形改为环面形，可以大幅降低对气泡的需求。但是，大幅减少仍然意味着远远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任何技术。还有其他问题，你会如何引导这样的泡泡？你会如何阻止它？在气泡前端传播的光线无法到达太空船，因此无法传递前方障碍物的讯息，而且气泡的前缘可能会积聚极高能量的粒子。当驱动器脱离时，这些粒子会以毁灭性的爆炸形式释放出来。虫洞代表了另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这些是爱因斯坦方程式的解。它们透过一条捷径连接时空中的两个遥远点，一条穿过现实结构的隧道。爱因斯坦本人与罗森在1935年描述了这些解决方案，但最初的爱因斯坦罗森桥是无法通行的，它们坍塌得太快，任何东西都无法通过。1988年，物理学家索恩和他的学生莫里斯·寿萨根在其小说《接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启发，探索了创造一个可穿越的虫洞需要什么条件。他们发现，要稳定一个够大到可以穿过的虫洞，就需要相当于木星质量的负能量。如果虫洞能够被创造并稳定下来，它们将引发与任何超光速旅行相同的因果关系问题。如果虫洞的一端相对于另一端高速移动，时间膨胀将导致两端经历不同的时间量。穿过虫洞，你或许会回到过去。逻辑悖论依然存在。有一种方法可以超越光速，这种方法完全真实，而且不违反任何物理定律。在介质中以超光速运动，光在真空中传播的速度为每秒约299800公里，但在其他材料中，它的传播速度会更慢。原因与光与材料的原子和分子相互作用的方式有关。在水中，光的传播速度约为每秒约225000公里，这大约是其真空速度的 75%。 在玻璃中，速度约为每秒约20万公里，约占 67%。 在钻石中，速度只有大约每秒约124000公里，约为真空速度的 41%。 光在真空中的速度与光在介质中的速度之比称为折射率。水的折射率约为 1.33， 玻璃大约是 1.5， 钻石的原子半径约为 2.4 微米。这就是为什么钻石会闪耀如此璀璨夺目的原因。高折射率使光线在表面剧烈弯曲，产生内部反射。但接下来事情就变得有趣了。带电粒子在水中移动的速度超过光速时，
会产生类似音爆的电磁冲击波，这种现象称为切伦科夫辐射，它会产生一种特有的蓝色光芒。苏联物理学家切伦科夫于1934年首次系统地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与同事塔姆和弗兰克共同获得了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你看过核反应炉冷却池的照片，你就见过切伦科夫辐射。由于核反应中的电子在水中的移动速度比光速快，所以水会发出一种诡异的蓝色光芒。这些电子被反应器堆芯发出的高能量伽马射线击出，它们在水中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快速运动。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基本极限是真空中的光速。在某种介质中，这种限制仍然以绝对屏障的形式存在。粒子在介质中的运动速度可以超过局部光速，但其运动速度仍远低于真空中的光速。反应器池中的电子运动速度可能达到真空中光速的 60% 或 75%， 远低于宇宙极限，但这仍然比光在水中传播的速度快。有时，太空中的物体看起来运动速度似乎超过光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天文学家观测到某些类星体和电波喷流，测得其时速度超过光速的10倍。首次此类观测是在1969年和1970年。利用肾长基线干涉测量法进行的，观测到一个名为 3C279 的类星体，其时运动速度可达光速的10倍左右。这些都是几何学创造的视觉错觉。当一股物质流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向部分朝向地球的方向运动时，从该物质流上不同点的光行时间会以一种反直觉的方式被压缩。这架喷射机看起来覆盖的角度比实际覆盖的角度还要大。这些喷流中物质的真实速度约为光速的 99.7%。 超光速现象是一种投影效应，并非违反物理定律。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值得一提。1999年，丹麦物理学家莱纳豪取得了听起来不可能的成就，他把光速降到了每小时约61公里。他的技术是将光穿过一种称为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的超冷物质状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这种奇特状态下，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变得极为强烈，以至于光几乎停止传播。此时光速为每小时约61公里，比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慢2000万倍。2001年，侯更进一步，他完全阻止了光线，将其保持在原地一段时间，然后才释放它继续传播。2007年，他展示了更奇怪的现象，将光脉冲转换为物质波，然后转换回光。豪曾说，我们已经把光速降得这么低，我们几乎可以向系统中发射光束了。去喝杯咖啡，回来就能看到天亮了。这些实验并不违反相对论，基本速度极限是真空中的光速。豪的实验表明，可以透过操控光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产生惊人的效果。但是即使是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中停止的光，也没有违反任何定律。光子被原子吸收和重新发射，从而产生有效的减速作用。宇宙速度极限仍不变。第8章，你看见的星光全部来自过去。现在把复杂的公式慢慢放下，把齿轮、干涉仪、原子钟和粒子加速器也暂时留在身后。最后我们回到一个晴朗的夜晚，你站在地球上，抬头看着星空，看起来所有星星都和你活在同一个现在，但那只是眼睛制造的错觉。太阳是8分多钟以前的太阳，比邻星是4年多以前的比邻星，仙女座星系是250多万年前的仙女座星系。宇宙从不把此刻直接交给我们，它只让光带着旧消息一路穿过黑暗，最后抵达你的眼睛。所以望向更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望向更久以前。而这趟旅程最后留下的问题，也不再只是光究竟有多快，而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究竟是什么。光替宇宙保存记录，它离开一颗恒星时，带走那一刻的颜色、温度与运动资讯。穿越几年或几百万年后，这份古老讯息才落在望远镜的镜面上。天文学家分析一束光，就像拆开一封没有文字的远方来信，光谱里的暗线能透露有哪些元素。
颜色的偏移能告诉我们天体正在接近还是远离，亮度的细微变化甚至可能暴露一颗从恒星前方经过的行星。我们之所以知道遥远宇宙的故事，不是因为人类真的去过那里，而是因为光走完了那段路。可这份礼物也带着限制，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已经发生的事，距离愈远，消息愈旧。在最遥远的地方，望远镜看见的是宇宙年轻时留下的微光。于是夜空不再只是一张平面的星图，它是一层层叠在一起的时间。再往深处想，事情会变得更加奇特。如果不同速度的观察者对哪些事件正在同时发生没有共同答案，那么宇宙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人人共享的现在？也许我们熟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不是三个依次出现的盒子，它们更像一整幅已经展开的时空地图。我们沿着自己的路径前进，只能逐点经历它。这种看法常被称为块状宇宙。在这幅图里，童年的你，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以及未来某一天的你，都位于不同的时空坐标上。它并不代表命运已被简单写死，但它迫使我们承认物理学中的时间可能和心理感受到的时间完全不同。我们感到现在正在向前移动，物理方程式却未必需要一个流动的现在，它只描述事件之间的距离、顺序与因果关系。光则像一名沉默的信使，把不同时刻留下的消息送往远方。一颗恒星熄灭之后，它最后的光仍会继续旅行。一个文明消失之后，它曾发出的无线电讯号也可能还在星际空间扩散。宇宙中的许多故事早已在源头结束，消息却仍然走在路上。也许某一天，他们会抵达另一双正在仰望星空的眼睛。最后，让我们退后一步，看看光速如何改变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比广阔的宇宙，可观测宇宙的跨度约为930亿光年。但是我们宇宙领域之外的一切都如同遥不可及。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8分20秒，跨越14960万公里。我们看到的是8分钟前的太阳。如果太阳突然变暗，我们至少要等8分钟才会知道。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距离我们 4.24 光年，那大约是25兆英里。光需要4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段旅程。即使我们能够建造一艘以光速的10%飞行的太空船，这远远超出了目前的技术水平。单程旅行也需要40多年。银河系的跨度约为10万光年，即使以光速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所需的时间也比现代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的时间要长。仙女座星系是我们最近的大型星系邻居，距离我们 253.7 万光年。我们看到的来自仙女座的光芒，是在我们的祖先还在研发第一批石器工具的时候留下的。仙女座星系的任何文明如今看到的地球，都是一个没有人类的星球，这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宇宙孤立感。我们可以看到数十亿个星系发出的光芒，但我们永远无法造访它们，永远无法与那里可能存在的任何人交流，永远无法在任何人类的生命周期内，甚至1000个人类的生命周期内收到任何回应。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内，光速也会造成通讯方面的挑战，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加，这些挑战也会越来越大。根据轨道位置的不同，人类以光速飞行时，可能在4分钟到24分钟之间到达太空。管理火星探测车意味着发送指令并等待8到48分钟才能看到结果。对于任何载人火星任务而言，通讯延迟意味着太空人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没有办法向休斯顿寻求紧急援助。即使以光速飞行，也总是需要几分钟才能到达。光速也影响着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因为光传播需要时间，所以观察远处的物体就等于回望过去。当我们观测一个距离我们10亿光年的星系时，我们看到的是它10亿年前的样子。望远镜是时光机，这对于宇宙学很有用。我们可以透过观察不同距离的物体来研究宇宙的演化过程，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宇宙现在的样子。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总是不同时代景象的综合体，近处是较近的，远处是较古老的。
遥远的星系中正在发生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看到的事件，因为宇宙的膨胀正以超光速将这些星系带离我们。这些星系今天发出的光永远无法到达我们这里，我们永远与宇宙大部分的现状隔绝。宇宙速度极限也会影响地外智慧生物的搜寻。如果一个外星文明存在于距离我们100光年的恒星轨道上的行星上，那么他们发送给我们的任何讯号都需要100年才能到达，我们发出的任何回应都需要100年才能收到，一次交易所需要2个世纪才能完成。如果该文明距离我们1000光年，但仍在我们自己的银河系内，那么来回通讯需要2000年。如果罗马帝国没有开启这场对话，我们现在就无法收到回复。从宇宙尺度来看，1000光年几乎就在隔壁。银河系的直径为10万光年，发送到我们银河系另一端的讯息，需要比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还要长才能收到回复。这就造成了一些科学家所称的大寂静。即使银河系中充满了智慧生命，巨大的距离和光速也可能使接触几乎不可能。银河系中可能同时存在着2个文明，他们都在寻找彼此，都在向虚空发送讯号，但永远无法连接，因为他们的讯号还没有时间穿越中间的空间。费米悖论，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探测到外星文明，尽管他们似乎极有可能存在？对此已经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光速使得星际通讯和旅行变得非常困难，以至于即使在充满智慧生命的星系中，文明仍然处于孤立状态。或许宇宙中真的存在其他生命，但宇宙实在太浩瀚，速度限制也太严格，我们永远无法知晓。这种孤立状态可能是宇宙中智慧生物的自然状态，不是因为我们孤独，而是因为宇宙速度极限在恒星之间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每个文明都可能是孤岛，可以透过望远镜被其他文明看到，但却永远无法进行交流或访问。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光速就不仅仅是一个物理限制了，这是宇宙存在的基本特征，是时空结构中固有的一种宇宙孤独。光速不仅限制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它还挑战了我们对现实本质最深层的假设。这些并非抽象的哲学难题，它们是实验事实的直接结果。想想我们已经建立了什么？运动的物体时间流逝的确实更慢，空间确实在收缩。对一个观察者来说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观察者来说可能并非同时发生。这些并非近似值或简化值，它们才是宇宙实际运作的方式。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许多关于现实的基本假设就一定是错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把时间想象成一条匀速流淌的河流，带着我们所有人一起向前。我们把太空看成是一个固定的舞台，各种事件在这个舞台上上演。我们认为当下是每个人都共享的单一时刻，它同时遍及整个宇宙。相对论告诉我们，以上这些都不成立。思考一下同时性的相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现在，如果不同的观察者对此刻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存在合理的分歧，那么什么是现在呢？爱因斯坦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持激进立场，他开始相信哲学家所说的块状宇宙论或永恒论。在这种观点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同等存在。时空就像一块4维的冰块，所有事件都被冻结在原地。我们对当下时间流逝的经验是一种错觉，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而不是物理学的特性。1955年，爱因斯坦毕生挚友麦克·贝索去世后，他以最感人的方式表达了这一观点。爱因斯坦写信给贝索的家人说，现在他比我先离开了这个陌生的世界。那说明不了什么。像我们这样相信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只是一种顽固存在的错觉。爱因斯坦几周后就去世了。如果他所认为的块状宇宙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贝索和爱因斯坦仍然存在，冻结在他们所处的时空中，就像我们称之为现在的任何时刻一样真实。支持块状宇宙的哲学论证直接来自狭义相对论。再想想仙女座悖论，两个在人行道上擦肩而过的行人，对仙女座星系目前发生的事情意见不一。首先，某件事尚未发生。至于另一个，
它确实有。现在请问哪些事件是真的？如果我们说只有现在发生的事情才是真实的，而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那么我们就陷入了矛盾。一件事情不可能既已经发生又尚未发生。避免这种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接受这两个事件，以及实际上时空中的所有事件都是同样真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等存在，差别仅在于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并非所有哲学家都接受这个结论。有人认为，即使在相对论中，也有办法找回有意义的当下，例如优先考虑某个特定的参考系，或是接受现实是视角的。这些争论在世界各地的哲学系和物理学会议上仍在继续。例如，不断增长的块状观点承认过去和现在是真实的，但认为未来尚未确定。在这种观点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块状物会不断增长，新的事件会添加到过去。但这种观点很难解释，为什么任何特定时刻都应该是不断增长的块的边缘，尤其是当相对论告诉我们，不同的观察者会将该边缘放在不同的点上时。另一种观点称为当下主义，坚持认为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过去已不复存在，未来尚未到来。这符合我们对时间的直觉，但似乎很难与物理学相符。如果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那么谁才是当下的主角？走向仙女座星系的那个人，那个走开的人，是什么让一种观点比另一种观点更优越？一些物理学家提出，相对论可能是不完整的，可能存在一个隐藏的优先参考系，它定义了一个普遍的现在，即使我们无法透过实验检测到它，但这似乎是为了解释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而人为地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诚实的答案可能是我们还不知道。物理学与现实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哲学中最深刻的未解难题之一。我们可以说，光速迫使我们认真看待这些问题，这并非只是猜测。实验结果要求我们修正对时间和空间的直觉认知。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丹麦天文学家在1676年观测木星卫星时所做的测量，最终引发了关于未来是否已经存在的问题。光速将日常事物与宇宙连接起来。另一个哲学难题涉及线速本身的性质。光速为什么现在这个数值？为什么是每秒299792公里，而不是其他数字？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光速是自然界的基本常数，无法从任何更基本的物理量推导出来。它在物理学方程式中是作为既定事实出现的，而不是作为推论出来的。一些物理学家曾设想改变光速，看看会发生什么事。C 值不同的宇宙将拥有不同的化学成分，不同的恒星物理学，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这样的宇宙中，像原子和生命这样的复杂结构不可能存在。我们的宇宙恰好拥有与我们的存在相匹配的光速。这项观察结果导致一些人提出人则原理的论点。或许存在着许多拥有不同常数的宇宙，而我们必然身处在其中一个与我们这样的观察者相容的宇宙中。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论证无法令人满意，他们希望对常数为何具有这些值做出更深入的解释。时至今日，光速的本质仍是一个深层的谜。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知道它如何影响物理学，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具有它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关于光锥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哲学难题。在你的光锥内，所有事件都与你有因果关系。在外面，情况并非如此。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你，你也不会影响他们。他们确实存在，但永远处于你的影响或认知之外的领域，直到他们进入你的过去光锥。这意味着此时此刻，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正在发生一些将来会影响到你的事件，但你目前对此一无所知。还有一些你还不知道的事件已经发生，它们正以光速向你袭来，其影响你将来会感受到，但你现在还无法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光锥定义了你存在的边界。你的一切构成你的一切，你将影响的一切都包含在那个圆锥体中，其他的一切仿佛都存在于另一个宇宙。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追溯了人类400年来测量光速并了解其后果的努力。
让我们把所有内容整合起来。1676年，奥莱罗马观测木星的卫星，意识到光在太空中传播需要时间。他的计算结果有大约 25% 的误差，但他证明了基本真理。光速虽然很快，但并非瞬间发生。布拉德利花了53年时间才独立证实了这项发现。在接下来的2个世纪里，菲佐、福柯和米歇尔森不断改进测量方法，使其精确度越来越高。到1887年，米歇尔森和莫利已经证明，无论地球如何运动，光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速度都相同，以太并不存在。事情有些蹊跷。1905年，爱因斯坦解释了什么？他接受了光速恒定性作为自然界的基本特征，并指出时间和空间必须具有灵活性才能容纳光速恒定性。由此产生的狭义相对论表明，运动的时钟走得慢，运动的物体会缩小，同时性是相对的。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论的每项预测都得到了实验证实。环绕世界飞行的原子钟显示的时间差与爱因斯坦预测的时间差完全吻合。加速器中的粒子寿命比正常情况下长，因为它们的时间流逝的比较慢。GPS 卫星需要不断进行相对论性修正才能正常运作。这些方程式不仅在数学上很优美，而且准确地描述了现实的运作方式。光速不只是一个有趣的常数，它融入了时空结构之中。它透过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式将质量和能量联系起来。它界定了哪些因素可以互相影响的界限。它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以及什么将永远隐藏起来。它所设定的局限性，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克服。我们可以接近光速，但永远无法达到光速。我们可以观测遥远的星系，但永远无法造访它们。我们可以向星星发送讯息，但永远不要指望会及时得到回应。有些人觉得这令人沮丧。宇宙浩瀚无垠，大部分区域都无法触及，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邻居，也因为光速的限制而与我们有效地隔绝开来。但还有另一种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光速不仅仅是一道障碍，它是一扇通往现实最深层结构的窗户。它告诉我们，空间和时间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固定不变的，而是灵活的、相互关联的，能够对运动和重力做出反应。它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揭示了因果关系本身也有速度限制，从而维护了宇宙中事件的逻辑秩序。数千年来，人类一直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空间是绝对的，距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光速证明这些假设都不成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直觉，是在一个小型星球上以步行速度进化而来的，根本不适用于更广阔的宇宙。理解这一点并不会降低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它加深了这种感觉。我们是进化成用简单方式看待世界的生物，但我们也发展出了数学和实验工具，去感知远远超越我们感官经验的真理。我们无法感受到时间膨胀，但我们可以测量它。我们无法直接观察长度的收缩，但我们可以计算其影响。我们无法以相对论速度旅行，但我们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这样做会发生什么。1946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爱因斯坦反思了那个从16岁起就困扰他的思想实验：追逐一道光束会是什么感觉？他最终也没能有机会与光束并肩而行。永远不会有人会这么做。但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他发现了一些比任何旅程所能揭示的都更深刻的东西。他发现宇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奇特、精妙和美丽。光速不仅告诉我们光传播的速度有多快，它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宇宙。事实证明，那个宇宙远比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简单、直觉的宇宙有趣得多。所以，下次当你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时，请记住你今晚学到的东西。散布在黑暗中的那些光点不仅仅是光，它们是遥远的恒星、巨大的氢聚变球，每一颗都可能拥有自己的行星和卫星系统。它们远在光年之外，与我们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以至于你现在看到的光线已经穿越了数年、数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有些光芒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开始旅程了。
有些星光在你祖父母出生以前就已经踏上旅程，有些东西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旅行了。你与遥远的恒星跨越浩瀚的时空，透过穿越宇宙虚空到达你身边的光子与它们相连。宇宙浩瀚无垠，远超过我们的理解。你很渺小，只是这颗星球上的一个人，但你既然来了，即使不能凭直觉理解，至少也能在概念上理解光速的真正意义。你可以理解宇宙是用这些巨大的单位来衡量的，空间充满了远超人类经验的距离，而这种理解你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能力，是值得我们坚持的。回顾我们在这部纪录片中所经历的旅程，我们从古代哲学家们关于光是瞬时存在还是有限的争论开始讲起。我们亲眼目睹了伽利略在山顶用灯笼测量光速失败的惨痛经验，我们跟随罗默追踪木星的卫星，并见证了他做出大胆预测的过程。我们和菲佐一起站在那里，看着他那齿轮第一次捕捉到回荡的光线。我们能体会到米歇尔森和莫莉的沮丧，因为他们的精心实验却一无所获。然后我们亲眼目睹了爱因斯坦，这位26岁的专利局职员，既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学术职位，如何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对空间和时间的全新理解。这种理解如此激进，以至于即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感觉有悖常理。你每一次使用 GPS 都是在依靠这套看似违反直觉的时空规则。光速的故事讲述的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毅力，讲述的是提出看似无法解答的问题，并想方设法找到答案，讲述的是愿意追随证据，无论它将我们引向何方，即使它最终得出的结论违背了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光速是每秒299792公里，这是一个精确的数字，现在已经由定义确定下来。但是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宇宙速度极限、因果关系的边界、时空的编织者，远比任何数字所能表达的都要宏大得多。光速打破了我们日常的现实，但这样做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时间弯曲，空间缩小，宇宙速度极限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因果秩序。那并非限制，这真是个惊人的发现。或许最重要的是，光速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将我们与宇宙连接起来。进入你眼睛的每一个光子，都是以那个精确的速度传播的。太阳光、遥远星系的光、可观测宇宙边缘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光，所有这些光都以每秒299792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驰，既不会每秒多1公里，也不会每秒少1公里。光速的这种恒定性、可靠性和不变性，是宇宙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绝对信赖的事物之一。这就是光速的真正意义。现在让那些巨大的数字慢慢退到夜色里，每秒299792.458公里。你不必在入睡前记住它的每一个小数位，只要记得今晚进入你眼睛的每一个光子，都曾以同样的速度穿过黑暗。有些来自8分钟以前的太阳，有些来自数十年前的恒星，也有些在人类还没有出现时就已经出发。光把遥远的过去带到你面前，也用一道无法跨越的界限维持原因与结果的顺序。我们无法追上它，但我们竟然能理解它。在一个远比直觉古老、广阔而奇异的宇宙里，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此刻，你也许正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窗外没有齿轮，没有原子钟，也没有高速飞行的太空船，时间似乎只是平稳地向前走。但在地球上空，导航卫星的时钟正在按照相对论接受修正。在大气层深处，来自宇宙的粒子正在用延长的寿命证明时间膨胀。在更远的地方，旅行者号仍带着人类的讯息，向没有地图的星际空间前进。再远一些，古老星系的光仍在途中，它们不会因为我们正在睡眠而停下，宇宙也不会。地球持续自转，月球沿着轨道前进，太阳带着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中航行，而光仍以同一个速度把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送往另一个地方。它让我们看见宇宙，也让宇宙永远带着时间的深度。所以当明天清晨的第一道阳光落在窗边，你所看见的仍不是绝对的此刻，
那是太阳在8分多钟以前送出的消息。一段穿过14960万公里真空，最后抵达地球的旅程，看似平常的一束晨光，背后其实藏着整套时空规则。而你已经知道它一路经历了什么。晚安，愿今晚穿过窗外的星光，陪你安静地走进睡眠。